问灵族与石族相继被魂族覆灭后，其余远古种族为什么不直接联手干掉这个曾经有前科且有着很大作案嫌疑的种族呢？炎雷耀三族结盟又为何不带上古族？而咱们的古元大族长又难道真的知晓此事定是魂族干的吗？若彼时的4大远古种族加上天府联盟同时对魂族开战，又是否打得过对方呢？在如今的动漫剧情中，魂族在继灵族之后又利用虚无吞炎神不知鬼不觉的将石族覆灭了。按理来说，这个种族可是有着重大的作案嫌疑啊！要知道数千年前萧族的灭亡便是出于魂族之手呀。此事其余远古种族自是知情，可奈何人家魂天帝装糖装得好啊！虽然当初萧玄的自爆让得他身负重伤，且族内高端战力损失严重，但人家魂族在这些年内却始终未曾露过面，最多也是安排一个代理人魂殿，在中州上干一些收集二手灵魂体的破烂营生。即便有些时候魂殿遭到萧炎与古族的一些故意针对，魂族自始至终的也未曾过多干预，因此这也让很多远古种族陷入了一种误区，那就是魂族的实力至今可能还没有恢复过来。再者，魂殿与天府联盟与陨落之巅的这场对决，魂族仅是派出了一个6星斗圣的魂阡陌与5星斗圣后期的魂魔老人，从而以萧炎彻底击败魂灭生落下帷幕。这就更让炎雷耀三族认为魂族的实力已经不复从前，否则即便魂殿是魂族的一个子公司，对方也定然会派出更高级别的斗圣碾压天府联盟了，哪还用得着让这个新生势力骑在头上了？所以炎雷耀这3个实力比较低的远古种族最先怀疑的不是魂族，而是古族，这也是为什么他们3族联盟不叫上对方的主要原因。而古元就会认为灵12族的覆灭跟魂族有着直接的关系了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有的人可能就要说了，古元曾跟虚无吞炎干过架，并将其打伤过，且也知道虚无吞炎跟魂族有所勾结，能够将一个种族吞入体内悄无声息的灭族，这等格外显眼的吞噬能力，难道古元就不能肯定是魂族的虚无吞炎干的吗？首先咱们要明白一点，那就是古元在1000年前与虚无吞炎干过架，并将之打伤过，确实不假，但那时的虚无吞炎并不具备这种大规模的吞噬能力，也就是说古元根本就没有想过石族与灵族的覆灭会跟此枚异火有所关联，顶多有怀疑过魂族的可能。还有就是这2个种族覆灭后的第一时间，炎雷耀便形成联盟，且还将他古族排除在外，说好听点是害怕凶手是古族，从而防着点对方，但古元是不是这样想的就难说了，天知道是不是你们3个种族干的，事后又担心别人找你们麻烦，这才形成联盟的啊。要知道数千年前各大远古种族可是为了争夺古玉曾不止一次的大打出手过，所以在古元看来，此事魂族固然有着重大的作案嫌疑，但炎雷耀3族是否有着不良动机也很难说啊。因此古元在得知他们联盟后方才会撂下此话。好了，事已至此，诸位不必再做无谓猜测，徒生疑虑。古族唯一能做的便是巩固自身，提升实力，加强防御。是。散了吧。接下来咱们再聊一下，若是彼时的天府联盟与4大远古种族联合起来共同对付魂族，是否能够打败这个种族呢？首先，魂族的最高战力乃是9星斗圣巅峰的魂天帝，同为这个层次的古元自然能够与其五五开。其次是9星斗圣初期的虚无吞炎，原著中曾有明确的提及，那就是实力同为8星斗圣后期巅峰的炎雷2族的族长。在当初魂族进攻古族欲要夺走古玉时，他2人曾联手对抗过虚无吞炎，虽然并未取得什么上风，但至少也能与其打个不相上下。这里咱们暂且就算他们也是平手吧。其次，魂族还有着实力达到7星斗圣后期的4魔圣，而古族与之对应的则是古族3仙。至于剩下的那一位，就交给炎族的火灵仙子吧，毕竟此人的实力也是7星斗圣。其次便是魂族的首席炼药师，且实力也是7星斗圣的魂虚子，这个交给同为7星斗圣的药族族长药丹。但魂族还有着实力达到8星斗圣的4位活死人呢，虽然貌似是不能出战太长时间，但也是货真价实的8星斗圣啊。咱们假设8星斗圣的药帝残魂能够走出药界，且能单独对付一个8星斗圣的黑烟王古烈也能牵制住一个。天府联盟这边加上青牛牧童跟血府萧晨以及萧炎等人，也算他们能够勉强牵制住一个的话，但人家魂族那边还剩下一个8星斗圣呢，这个可不是像小医仙跟药老这样的1星斗圣就能够打得了的了。再者，人家魂族内的4、5、6星斗圣的数量可是远高于所有种族加起来的总和啊，所以即便现在魂族被所有人给集体围攻，他魂天帝也不带害怕半点的，只不过是稍微麻烦且拖的时间比较长点罢了。只能说这次是距离远古种族打败魂族最近的一次，后续药族被灭，魂天帝更是连装都不带装的了。后期要不是有着实力达到9星斗圣巅峰的老龙皇竹坤站在萧炎这边，以及侥幸哥获得古地传承一跃达到斗帝，就魂族的这总体实力，我实在想不出魂天帝应该会以怎样的方式下线啊。